离开了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陈塘镇，接下来我们的目的地将是拥有珠穆朗玛峰的定日县。几期视频跟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个美丽的边境城市和居住在这里的中国的夏尔巴人。从陈塘镇到定日的一路，我们遇见了很多西藏的景色，有原始森林、高原戈壁、雪山群峰，甚至我们在西藏还见到了罕见的沙漠。在路过沙漠的时候还下起了暴雨。但是快要到达定日县的时候，发生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遭到几个当地小孩的袭击，他们用石头砸我们的车，还好人没有受伤。第二天，我们路过了珠峰大本营。我们之前去过2次珠穆朗玛峰，这次没有进去，但是我们留存了2017年去珠峰时珍贵的视频，这次就带着大家去看看2017年的珠峰大本营是怎样的。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离开陈塘镇其实很是依依不舍，因为就像狒狒上个视频所说的，陈塘镇的雨水很多，我们必须赶在连续降雨前离开这里，否则下雨的时候陈塘镇的路况是极其不稳定的，我们不知道会被困在这里多久。出了陈塘镇就能看到烟雨朦胧的陈塘沟，这里有无数被泥石流和滑坡摧毁的路段，路边干脆也停放了很多的救援设备和施工设备，因为这里的状况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着。从这些设备大家就能感受到当时修建陈塘镇公路的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是中国最后通公路的城镇。看这边的泥石流有多恐怖。我们现在见到第3处第4处泥石流的，就是上面你看那树都被砸坏了，上面的树太恐怖了。快走吧，这石头太多了。对，我看一看对面会落下来的。观察快速通过，坑了这边。哇，这边要是刚发生过泥石流，这护栏都被砸的。5公里左右的烂路开始了，我们开始时速20了。太美了！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儿啊？今天是我们的女司机在开车。哎呀，自从进入这边之后，女司机稍微能开了，318太难了，318班太多了。这边车是318的1/10吧？对，1/10差不多。1/20。对，318车都没断过啊。对，这边车少多，好多车都是到了拉萨就回去了。是的，今晚就住在定日喽。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从定结县去往定日县的路上，距离定日还有70多公里。从这边呢过的时候，发现这有一个观景台哈，上面写的是落子峰观景台。我们知道珠穆朗玛峰旁边呢还有很多座海拔超过8000米以上的，像落子峰、珠穆朗玛峰主要有好几座。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子峰，天呐，风好大，那个沙子打到脸疼。但是现在因为天气不好，那边在下雨，落子峰整个是在云里面，在云层里面藏着哈。前面写的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那2个山中间的云里就是落子峰。天哪，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还有沙子啊！对，快回去吧。沙打脸疼。哇，风好大呀！被吹的已经。幸好我有150米。看对面都是黄沙，这边景色特别奇特哈。对，有沙子也有绿洲啊。对啊，这边又是绿洲。哇，大家看一下这个地貌，太好玩了吧！这也，西藏还可以玩沙子，你敢信？哇哦！看那边好多的沙尘，还有雨雾，沙暴天气啊！
向这边，在定节县走了，出发去定日。所以说，西藏的美景都在路上，哪怕狒狒我已经被风吹傻了，狒狒吹得满脸都是沙子。啊，那个沙打脸好疼啊！砰砰砰砰砰，好像那小沙粒儿跟小石子在脸上哒哒哒哒哒哒。所以说它美，因为旁边有沙漠嘛，对吧？天哪，这个地方真是海天一色太辽阔了。前面又是雪山，旁边又有沙漠，然后左边有河有。你会觉得来到这种地方，人的心胸都变得宽广了。对啊。你会觉得什么小事情都不重要，是无所谓。旷野之下啊，活着最重要。对，走，美了，走吧，出发。我看定日方向雨大得很。走吧。黑云，这美的景色我都不舍得走了。说实话呢，真太漂亮了。露营吧，太漂亮了。如果有房车，我就在这露营了。这条河叫协林藏布，对，这是协林藏布2号大桥。看这河谷都已经被沙子都盖满了。对，这河里面没水，全是沙呀。天哪！这座桥又建在这个流动沙漠上。对呀、天哪，这沙子挂在路上，路都被沙子，哦呀天哪！这吹一晚上风的话，明早这路都没了。对呀、太恐怖了啊！眼前的这个就是沙暴，看这沙子，你看这个水面上的沙子刮的好厉害啊！这个江叫做协林藏布江，但是大多都被沙子覆盖了，只有边上一点点有河流过。这地方真的绝了！在西藏这什么样的景观都能看得到啊！这个路上全部都是沙子，你看那边那个草格，那边绿色就是那种类似芳草格一样的。然后除了芳草格，还有这种砖，这种石头格，我还不会说这东西，就是这种固沙的，应该是跟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见的一样。哇，这个挺厚的呀，动都动不了。我们以为穿过沙暴区了，结果更严重了，发现我们还是太简单了。密密麻麻的进车上砸，好多处当补漆。我们刚才走到这儿，被一个小孩把我们车砸了，他砸到下面，没砸玻璃，砸下面。还跑了，跑了，砸完跑到这个房子里了。多大个小孩？这小女孩5、6岁，就是他家的。有狗。没事儿，出来呀！要教育教育他呢。找你们村长了。这么坏呢的，啥毛病？我们从这儿路过呢，就这村叫什么？措昂村。走到这儿，刚走2步，差点砸我们。大哥，能说普通话吗？他们家有人吗？帮我叫一下门吧。我们从这儿过，那小姑娘拿石头砸我们车。我们不是要他赔钱，知道吧？就教育一下，那不能这样子干，知道吧？批评一下，就只能这样子。对呀、把别人车玻璃砸烂怎么办？你们家小姑娘呢？不是赔钱，他那个路过不好绕啊，他拿石头砸车呢。我们刚路过，这车还跑回去把门锁上了。对，是你妹妹？你妹妹是吧？你妹妹吗？弟弟吧？妹妹，女孩，100%是女孩。你跟他说说啊，以后不敢砸车，千万不要砸人，太危险了。是不是？你说有的那个车窗户它没有摇上去，你砸到人车里面，把人家小孩或者人砸伤了怎么办？对啊，是不是？真的太危险了。没事，不要打他，不要打我。我们刚才路过了一个小村庄，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吧，可能也就4、5岁看样子，小小的，然后她就在她家门口站着，拿石子给我们车上扔，是拿那个石头砸我们车，砸到了我们右边的后车门那块儿，对，然后就砸了点凹痕。砸完了之后呢，他看我们停车了，往回倒找他去，他把门关了，一个人藏在家里了。完了，我们就把门敲开了嘛。敲开之后呢，他妈妈
他妈妈好像就批评他嘛。然后他那个姐姐也回来了。对，我们主要是找他是咋回事呢？就是不是说让他给我们修车呀、赔钱呀怎样的？其实这点东西我们回去，我们还有别的期要补嘛，就一起弄了就好了，其实也没关系。但是他那个行为特别的危险，因为很多人从他家门口过的时候，他那个窗户的玻璃是摇下去的。那你这样子往里面扔石头，那万一扔到人家车内，把里面车人砸伤了怎么办？这就很严重了，是吧？因为车正常的话，几百块钱、1000块钱把那个修好了，但是把人砸伤之后，你像这边离医院也比较远啊，万一把人头砸破，真的挺危险的。对人命啊，对他自己对别人都不好。对，所以我们回去就是主要是让他妈妈给他好好的教育一下。要好好说啊，教育一下，因为这个行为真的是，他妈妈汉语一般吧，但他那个姐姐能听懂，他姐姐上小学2年级了，能听懂，就回去跟他妹妹好好说一下。他们家门口呢刚好是一个国道，车来车往的，他每天站那儿往车上扔石头，真的保不齐哪天出大事情了，是吧？是的。我们现在继续走吧，距离那个定日县还有31公里，可能到晚上9点半才能到了。走吧。走。挺好的，再下点雪。人民币。我们昨晚住在定日县城，这个酒店还可以，比我们前2天住的什么冈巴呀都多了。这个定日县这个县城生态环境特别的好，我们酒店旁边这个窗台上有5、6只鸟，我的天，在干嘛呢也不知道是。看，大家早上好啊！这就是新的一天，我们现在在定日县城旁边的白坝镇，这边住宿能比定日县城便宜一点，我们就住在这个叫什么汇丰宾馆，条件还可以，推荐大家可以来这儿住啊，就在这个国道旁边。定日县因为它是一个旅行的一个中转站嘛，很多人从那儿去珠峰，所以酒店会贵一些，所以大家以后住宿的话可以选择在定日旁边住，比如白坝镇这种的。费宇在吃饭，我也去要个饭。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早上从定日县出发了，刚才在定日县的中国石油加满了油，现在我们要去往吉隆镇的方向。今天去吉隆镇呢有320多公里，需要开车6个小时左右。刚刚过了定日县不久啊，刚出定日县城，外面就有一个边境检查站，在那边需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还有边防证。同时呢，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呢也是去珠峰的，等一会儿到前面一点的位置呢就可以看到珠峰的售票大门了。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年又来到了珠穆朗玛峰国家公园的大门口。这个公园呢我们已经进去了2次了，第一次是2017年，当时我们的车可以开到珠峰大本营，当时那个大帐篷区。然后第2次是去年2020年，2020年去的时候呢，因为大本营那个区域啊已经被国家的那个科考队征用了，我们只能到容布寺那块儿。那今年据说容布寺那块儿又修了很多帐篷区，但是我们今年不打算进去了。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不太好，云特别厚，而且就算天气好的话，开车到了珠峰脚下，90%的几率都是看不到珠峰的，因为现在是雨季。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因为有疫情嘛，那个门票是有一部分优惠的。那今年不知道多少钱，我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年就算不进去，也给大家做一个攻略吧，走吧。门票是160。你好，一辆车2个人多少钱？我先问一下多少钱。对。然后小车320加司机票。哦，那就是320加160，一共。小车能带几个人呢？带一个司机的票。刚刚我们进去了解了下，今年门票价格政策跟去年是一模一样的，是这样子的啊，一个人是160块钱的门票，另外呢，车是需要买一个环保票，车票是320，一个小车320，大车480，然后一个车可以带一个司机。那这样算下来呢，进这个大门我们需要买多少钱呢？就是我需要买160元的门票，文涛和车加起来买320元的车票就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加起来是480块钱。
另外呢，把车从这个大门开进去，一直开到珠峰，最后我们能到那个位置绒布寺，一共是92公里。但是呢，车不能全程开完92公里，车大概只能开70公里左右。在距离绒布寺还有20公里的地方，我们需要把车停在那边的一个停车场，而换乘景区的电瓶车、电瓶那个大巴车、大巴观光车。这是景区的一个环保车，说是我们的这种汽油车会污染环境。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我们需要再买票，一个人120块钱的车票。所以呢，整个算下来的话呢，是在这个地方2个人一个车买480元，再到里面的大巴车那个位置2个人再买240元，这样整个加起来呢，我们2个人进一趟珠峰需要720元，这是在不吃不喝不购物的情况下。然后那个停车场目前应该是免费停车的，如果不免费的话，收费应该在10到20元之间。我们今年没有去，去年是免费的。然后里面如果需要住宿的话，去年只能住在绒布寺招待所，当时一个标间是380，那种4人间一个床位100块钱。今年听说里面有帐篷区了，一个帐篷的床位应该是80到90之间。所以呢，2个人进一趟这个来回，再在里面如果住一夜，在家吃饭的话，2个人需要大概1100-1200这个区间。当然也要看吃的什么程度了，里面也有一家火锅，绒布寺招待所里面还带火锅的。好了，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景区像我们这个小车收的320元车票，主要是因为我们车是燃油车，会有一个环保费。如果你的车是新能源车、绿牌的，这个费用应该是可以省去的。这样的话，进门2个人只需要1人160元的门票，可以省掉车的320元费用。但是西藏目前而言，这个纯电动车能开到这个位置，并且能保证充满电从里面开出来，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哈。行，我们就了解这么多吧。因为今年天气所限，我们今年进去大概率是看不到珠峰的，所以我们决定上车，继续朝着吉隆镇的方向出发。离开了珠峰景区售票大门，向前行驶1个小时，就会到达可以免费观看珠峰的冈嘎镇。冈嘎镇有一个完美的观景台，可以看到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峰，其中当然包括珠峰。这个观景台就在路的南面，打听一下就能够到达。哇，我跟狒狒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终于来到这个观景台的最高点。看，我们现在面前有4座8000米以上的雪峰。看，从这边开始是，这边最左边是洛子峰，对，这个是珠穆朗玛峰，哦，这边有卓奥窑，右边还有一座8000以上的，大家看到了吗？我怎么看？好清楚啊！我怎么看不到啊？全部在云里面笼罩着，好清楚啊！哦，我能看到哎，特别清楚。开玩笑，我们现在来这儿，今天是阴天哈，对，云太多了，什么都看不到。其实就在那个云里面能看到基座哈。那个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就是那个云下面有一点点露出来的雪，对，然后这儿也有。能看到这个方向，能看到一点点。对，是的。它的顶全部在云里面。对的。但这个位置特别特别好。哦。所以珠峰就在，想象吧，大家想象一下，就在那个云层里。到达珠峰大本营了，全是帐篷啊，一晚上80块，每个都一样。咱明天还要。国家定价的。明天要上去吗？上去呢，那还有一个8848的杯子，那吃上了。好。手打电话。看起来不是很高啊，高吗？你说我热泡好了吗？你说我热泡好了？好。老板已经走了，偌大的一帐篷就我们俩，这个就是取暖用的。这啥，老婆？羊粪。就这种东西，我的妈呀！用这个取暖。先取暖，冷死了。早上起来车已经结霜了，哇，真是冷啊！我的妈呀，你怎么穿得跟狗熊一样啊？珠峰的日出马上出来了，到达珠峰了。离珠峰最近的观景点就这里了。